大家和我一起进去。总榜第一。石大哥之前指点过我可以以洪荒法门为主，将身躯当作洪荒大地，让雷霆霹雳，地火烧灼。唐傲则以身为剑，利用雷火之力练剑。我的丹田躁动无比，并且躁动之力范围在不断扩大，尤其是在灵丹下方，仿佛这丹田下方变成无底深渊，看不清摸不着。等等，体内灵气怎么剧烈抖动起来？体内的灵气竟然一分为四，散发出仙、魔、佛、妖的气息。这四股灵气朝丹田下方缓缓沉落。仙道与佛道的气息，魔道和妖道的气息，两融合在一起，一方灵气之阳之刚，一方灵气之阴之柔。难道这就是日月轮回秘法？这才是这神通的本质。日月轮回秘法，洪荒圣血诀，还当真名副其实。我感觉到丹田底部已现出一块大地，犹如洪荒上部，孤寂苍凉，而丹田的上方又悬浮着太阳、明月这两股灵气，日月同辉。丹田内的变化简直乱七八糟，也不知道是好是坏。单单使用仙道灵气，也不过比过去多上20%有余灵气。魔道、佛道和妖道灵气，在旁人面前显然不能动用。魔道正宗虽然不比邪魔道，但彼此间依旧有些相似。在这个大陆使用魔道，简直如同找死。佛道和妖道，在灵武大陆上已经成为传说的存在，鲜有人知。若是使用暴露出去，估计惹来不少窥忌之辈，徒增麻烦。看来，现在最保险的做法，就是另外3种灵气闲置不用，仅用仙道灵气。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今后日月轮回秘法配合四道刀道，使用相应力量，威力必然会大增。算了，不想那些了，眼下还是抓紧修炼吧。距离进入房内已经过去了15个时辰，远比上次多出太久。不知他们几个是否还在坚持？这帮刚进入学院的学员，竟然能够在中九间待上那么久！1个月前，以为那就是他们的极限了。而且进入雷火殿的6人，竟然没有1个人离开修炼房，增榜名次还在缓缓提升。他们一定是有什么手段到这个程度。如果是凭借真材实料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啊？霸体丹，定然是使用了霸体丹。这么一说，还真有可能。他们进入雷火殿内，往中央那么一坐，服用霸体丹修炼就好。为了名次，竟然用这种手段，真是卑鄙。可惜那么久的雷火之力都成了无用功，服用霸体丹根本就没有任何炼体效果。哼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长歌服用了霸体丹？无非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。我们长歌可是有真材实料的，你们可别乱说。哎，这不是陵园组织的王尚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常欢他们名字快要赶超他了，估计是坐不住了。你看他脸色铁青，一定恼火至极吧？超了，常欢他们逐个超越了王尚。厉害呀！这帮新学员到底什么来头？你们这帮家伙，竟然也坚持这么久？坚持多久并不算什么，
重要的是能够在其中有多少效果。这雷火殿比试试墨，炼体效果多少才是重中之重。有这样觉悟的人太少了，很多人来雷火塔更多是为了榜单名次，而非……长欢、唐傲、吾皇、钱太多、白罗田、李后，王八蛋们，给我滚下来！我好像听到有人叫我们的名字，确实有人在叫。老子倒要看看，谁胆子这么大，竟敢对我们6人依次点名。走，出去看看。刚才哪个混账乱吠？有病吗？哼，你便是长欢？是又如何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陵园组织的总将，王上。你在下面点我们兄弟名字，是不是已经明确了要寻死了？被我们新学员追上了名次，还在这放屁，真是奇闻了。放屁说的你们自己，哼！用霸体丹得到这般效果，还洋洋自得？诸位，你们看看，他们身上没有半点伤痕，这是从雷火殿里出来的样子吗？这么一看，确实如此啊！他们身上真是一点伤痕也没有。难怪名次提升的这么快，原来是一直在作弊。像你们这种无耻之辈，没有资格来雷火殿，滚吧！不要让我再看到你们！军团，凭借小聪明、小手段得到，果然是这种货色。从头到尾，你所言不过是你推断，说的却仿如事实。